中国的民营巨头们最大的难题不是赚钱，是接班。2025年，娃哈哈宗庆后刚走1年，女儿宗馥莉就被股东质疑，还被自称同父异母的人告上法庭。同一年，一家叫双星名人的百年协企，84岁的创始人汪海发了封公开信，说儿子、儿媳和孙子暴力抢夺公司。闹成这样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老板怎么连自己家的事都管不好？民企接班到底难在哪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看大环境到底什么样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数据，中国100强家族企业创始人2025年平均年龄已达66岁，其中26%的人年龄超过70岁。浙商研究中心2025年组织的一次调研更具体，在457位老一辈企业家中，60岁以上还没交班的人占了60%，70岁以上还没交班的还有37.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量创一代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但手里的权杖还没交出去。据上市公司企业家交流中心统计，我国80%以上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式经营，但目前有明确传承计划的不到30%，多数企业还是边走边看，明面放手，暗地搀扶。说穿了，很多老板自己也拿不准该怎么办。与此同时，未来5到10年，全国约有300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代际传承问题。未来30年，中国将有84万亿民营财富移交下一代。这组数字你可能没概念，我给你换个说法，这相当于把中国老百姓1年半的 GDP 全部搬到下一代人手里。盘子大到这个程度，谁来接，怎么接，已经不只是企业家自己的事了。那么大环境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这盘棋到底卡在哪儿。首先是人的问题，二代愿不愿意接？据麦肯锡调研，中国民企中仅有约40%的二代有明确接班意愿。很多传统行业的二代宁愿让职业经理人来打理家业，自己跑去搞投资、金融、高科技。你想想，一个在海外留学回来，满脑子互联网思维和商业模型的年轻人，让他去接手老爸的钢铁厂、水泥厂，他能乐意吗？就算二代愿意接，能力撑不撑得住也是个问题。很多二代从小生活条件优越，缺乏像父辈那样在一线摸爬滚打的经验，一旦盲目扩张、乱投资，企业资金链一断就是天大的事。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真正要命的是2代人的认知鸿沟和文化冲突。创一代信奉的是现金流为王，决策靠人情和经验；二代推崇的是数据驱动、系统管理、技术创新。这种分歧在数字化转型、研发投入这些领域尤其明显。再加上信任三角的断裂，创始人对二代不放心，老员工对二代不认可，二代就成了中间的夹心层，有身份没实权，想改不敢动，动也动不了。那么到底该怎么接？学术界总结了4种主要的传承模式。第一种是指定一个家族后代接班，天合光能就是走的这条路。这种方式最直接，但也最考验父辈的眼光和培养能力。第二种是家族后代团队接班，安踏和特步都是让多个子女分管不同业务，搞个赛马机制，谁跑得快谁上，这样既避免了单打独斗的孤注一掷，又能在内部形成良性竞争。第三种路子最有意思，把经营权彻底交给职业经理人。美的集团的何享健开创了这个先河，何家自己彻底退出日常经营，虽然继续控股、列席董事会，但绝不插手日常管理，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，同时搞高额股权激励，还引入机构投资者当董事来防范风险。这套模式被学术界公认为典范，目前大约占到了30%的比重。第4种模式也在抬头，那就是卖身走人，资本化退出。有些企业在传承过程中赶上行业周期调整，就干脆搞 IPO 并购，把老股转让给地方国资，直接变现走人。这类模式大约占20%，而且还在增加。说白了，有些老板也想通了，与其让子女硬撑，不如卖个好价钱，各安天命。在这4种模式之外，还有一个新工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用起来，就是家族信托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行业家族信托存续规模已经突破6000亿元，3年翻了1倍。家族信托的核心价值在于3权分离，把所有权、经营权和收益权拆开。股权装进信托后独立于个人资产，可以有效隔离债务纠纷和婚姻风险。经营权仍然掌握在委托人手里，可以交给接班人或者职业经理人。收益权则按事先定好的规矩分配给家族成员。这样一来，既避免了股权分散，又兼顾了公平分配，还防止了子女婚变导致财富外流。北京从2025年4月起试行股权信托财产登记，专门推动股权信托在民营企业传承中的应用。
这说明这套工具有望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传承保险绳。说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相：中国民营企业传承问题的本质根本不是传不传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关于制度和治理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企业还在用家规那一套来应对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挑战。权力交接完全靠血缘关系和创始人的个人威信，而不是靠董事会、靠章程、靠信托机制。创始人能镇住场子的时候，一切太平；创始人一旦不在了，家族内部的利益分歧、元老团队的忠诚危机、外部投资人的压力，全都会同时爆发。宗馥莉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在父亲去世后接手，面对的是家族内部的诉讼、老员工的抵触，这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力的问题，而是整个治理体系压根儿就没有给他一个平稳过渡的制度空间。反观美的，何享健退休的时候，通过职业经理人体系和股权激励制度，把控制权交给了以方洪波为首的团队，同时自己继续担任非执行董事，保持战略影响力。这套制度不是临时搭起来的，而是花了10几年慢慢建成的。这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。再看新希望，刘永好在刘畅接班之前设计了联席董事长加 CEO 的双重护航机制。刘畅用了近10年的时间，隐姓埋名，从基层做起，直到2013年才正式接棒。这不仅是在培养能力，更是在用制度为接班铺路。这2个案例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：靠血缘传家业，靠制度保平安。那些能够平稳过渡的企业，无一例外都是在制度上提前做好了布局。从更宏观的层面看，全球范围内，家族企业贡献了全球2/3 GDP 和60%的就业机会。这意味着家族企业的传承从来不只是老板家自己的事。而数据显示，全球范围内仅有约30%的家族企业能顺利实现2代传承，3代传承率更是不足13%，这就是富不过3代的铁律。但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刚刚进入第一次大规模传承期，还有机会用制度来改写这个数字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民营企业最大的难题为什么不是赚钱，而是接班？因为赚钱是短跑，你能跑多快取决于你的肌肉和速度；接班是接力赛，跑得快不如接得稳，接得稳不如跑得久。第1代创业者靠的是胆识和运气，把企业从0做到1；第2代要守住家业的同时完成转型升级，难度只会更大，不会更小。民企接班难的不是没有接班人，而是没有接班制度。靠血缘只能传一时，靠制度才能传3代。